说到收纳与整理，许多屋主都表示，厨房绝对是最让人棘手的空间之一。不管看了多少网络影片学厨房收纳，不用1周时间，料理台面就变得乱糟糟。此时可别怪自己不懂收纳技巧，可能从厨房格局就已经出问题。要拥有干净整齐的厨房，首先要依照住宅坪数打造适合的厨房格局，进而根据使用习惯规划收纳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窄长型的一字形厨房是中古屋和老屋最常见的厨房格局。在不想动隔间墙的前提下，首先建议将门扇换成玻璃拉门或折叠门，优化厨房内的空间感与采光。另外，在挑选整体厨房时，记得保留至少70到75公分走道，不只要顾虑行走动线，在使用下方橱柜抽屉时也不会太拥挤。若原本一字形厨房深度足够，可以保留90公分走道，方便双人同时通过。也可以在厨具对侧墙面补充收纳柜，形态可以从最简单的层板、墙面洞洞板到及腰的备餐柜，增加收纳机能，以保有使用动线的顺畅性。特别注意，一字形厨房设计上记得冰箱与水槽相邻，水槽与炉台不相近，一来是使用上更顺手，二来使用上也更安全。现在最流行的设计是将原本封闭式厨房改为开放式，透过拆除局部墙面扩充厨房空间，同时也模糊客厅与餐厨界限，让整个室内空间感更宽敞。拆除隔间墙后，建议改为玻璃拉门或折叠门，可以增加出入口大小外，又能在热炒时保持封闭状态，避免油烟飘散。特别注意，厨台深度最小落在60公分，使用上才会比较就手哦。若要在厨房架设中岛，又要维持可开放、可封闭的状态，可以选择将中岛视为固定墙面，在中岛上方运用玻璃拉门或折叠门，创造出空间弹性。这样的设计不只符合现代人的厨房美学，同时中岛也能跨场域运用。位于客厅或餐厅的人也可以协助端菜，或者把中岛视为轻食吧台使用，在小坪数空间创造更丰富的使用机能。不管是原本封闭式改开放式，或是原本就开放的一字形厨房要升级成双一字形、2字形厨房，设计上最重要的是要依照空间深度再来决定厨台深度。双一字形厨房通常会将烹饪区安排在同一侧，对侧打造成备餐柜、电器柜或中岛。特别注意，两侧墙面最少要距离90到120公分，方便转身或两人交汇。另外，在外侧的吧台或中岛稍微加高，除了可以遮蔽料理台面，还可以设置平台，营造咖啡吧台氛围。将电器柜整合在料理区的对侧墙面，是双一字形厨房常见的设计，能做到料理时的动线分流。若不是预先规划好嵌入式厨电，也建议先量好尺寸来定制备餐柜的尺寸。嵌入式厨电则方便许多，现代烤箱、微波炉等几乎都是统一化规格，只要设定好，未来要汰旧换新也都可以无缝接轨。但要特别注意，冰箱的话规格比较不统一，所以建议冰箱不要被系统橱柜包覆，避免未来要更换冰箱时有放不下的问题。如果空间有余裕，规划成 L 型厨房，那料理机能就能更细腻地做分流。一般来说，炉台会与水槽分边安排，炉具下方可嵌入烤箱或规划可放置大炒锅的拉篮，水槽下方则建议安排洗碗机，让使用上更顺手。有些 L 型的单边也会结合中岛餐桌，那就可以在上方加装吊架，摆放酒杯或装饰，将机能有条理地整合在一起，透过好的收纳安排，降低杂乱感。L 型厨房的转角虽然会做柜体，但由于深度太深，拿取与摆放都相对困难。此时不妨使用活动五金，可以直接拖拉出使用或化被浪费的机灵空间。
另外，针对过高的厨房上柜，也可以运用下拉五金，增加拿取便利性，不会只能放置用不到的物品。也可以选择有电动升降机能的柜体，来提升收纳的实用性。么字形厨房又称 U 字形厨房，在空间上有绝对优势。动线分成3个连贯的面向，跟 L 型厨房类似，可将水火分离，提升使用上的顺手度与安全性。么字形厨房在规划时，走道宽度至少要预留100到120公分，包含厨具深度的总宽至少要200公分，确保转向时不会有拥挤感。么字的3边分别要规划的是炉台、水槽、电器柜或冰箱，让机能呈现三角关系，是最符合日常使用的动线规划。么字形厨房通常建议至少4坪以上，根据3面机能分区配置收纳机能。通常在炉台热炒区会安排炒锅、盛菜盘等厨具。炉具上方可以不用特别做收纳柜，以确保长时间料理时不会有压迫感。电器柜通常会整合在同一侧，与火源分离，提升安全性。么字形厨房也很常将一边整合中岛与餐桌，让餐厨更为紧密结合，提升空间整体感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，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，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。